那来吧，我们再来玩一款新玩具。人们说不可变形的不配叫变形金刚啊，今天我们就玩一款不可变形的。这个东西呢是 MC 肌肉熊出的这一款擎天柱了，盒子外包装印刷的非常简单，就一个牛皮纸盒，上面写 OP 2个字儿。哇，上一次的那个塔恩也是这种风格，我就说嘛，这家公司这就是把第四方做明白了，不在包装上边费那么多的心思，下那么多的成本，有把这点成本挪到本体的工艺上边去做。你做第四方就做第四方的觉悟嘛，里边的东西还是非常多的，一共有4层吸塑，相当于3层半吧。哇，好沉啊！大斧头非常的漂亮，哇，很壮观，比人都高。这个关节都是合金件，这个枪可以变形一下，双持，也可以横过来挖。这个是源于古早的G1设计，G1最早设计的时候有这个横握的大炮，当然你可以这样握。飞行背包做工也很精美啊，下边喷口的涂装，这些地方完全没有任何的液漆。上面有一个弹簧的盖子，把这打开，弹簧盖子自动弹下去，这拧一下，枪就可以搭载在飞行背包上了。一共6对啊，算上斧子里边带的，一共有6对替换手，有2柄短斧。这个短斧的造型应该是出自08动画的一些元素。08动画的斧子就是这个造型啊，后边还有喷口。然后蓝色的刃，但是元素差不多，细节不一样，造型也更像是那种战斗的军用服，很漂亮。这个当然出自电影元素的双剑了，双刀什么的无所谓，而且这个地方可以旋转，抠出来2个小扣子。好，给它挂腰上。新辰剑这个就出自，可以理解为 TFP， 也可以理解为漫画吧。但这个我觉得更像是漫画里边的新辰剑的那个元素啊。中间还有一个领导模块，包括这把剑还有联动，往上怼剑柄，胖仓打开，很帅。这俩斧子就没有办法再搭载了，你可以跟这样握在手里边。但是我想握这柄巨斧，全装备搭载上了以后就是这样的效果了，还是挺虎的。哇，看腿上这个联动，后边这一块金属的轮框，还有膝盖同时的一个联动，拉进去，包括这个地方要翘起来。哇，这个关节都做得很紧啊。这一节也很紧，相当不错的一种感觉啊。其实来说啊，千直链的这一款擎天柱，当时我评价是挺高的，也是碍于这个东西的售价确实太贵了。这回肌肉熊这个做出来，各种素质，其实我们刚才都看配件的内容了什么的，做的也都挺良心的，就是关节做的要紧很多很多。你掰每一个关节的时候，尤其新玩具你刚上手掰的时候会感觉很吃力，这个是要比千直链原来的那个版本，尤其这个膝关节啊，上下的这2段都很紧，脚踝这些地方还有手肘这里也很紧，但是该做的细节它都做出来了，就是说原版的千直链有什么它都有，你就得分2头了。如果说你是一个买惯了千直链的朋友们，你认同了千直链的价格，肌肉熊的擎天柱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啊，跟千直链原版的比起来，这个价格已经几分之一啊，你会这样去对比。但是如果说你是玩其他的第四方 KO 的，你玩惯了黑曼巴，玩惯了微将的这些产品，你再翻回来看这款，就会觉得一个 KO 咋卖这么贵呢？但给我的感觉就是它卖这个价位啊是有道理的，它为啥能卖到这么贵呢？工艺上去了，甚至它给你连盒子的包装外边的印刷都省了，它把成本全部用在了刀刃上。哇，明显感觉
就这个关节啊，玩的时候会特别的紧。哇，摆楞了一下还挺重的，一脑门汗。看这里边的关节，大合金块都是，还是拿枪的柱子比较靠谱，看起来更帅一些。我听听这个豆芽又干啥的？稍等我一下，我去看一眼豆芽干嘛呢 ？Later。啊，好了，拿着剑的造型也很帅嘛。其实玩了一下这一圈把玩下来，感觉身上大部分的关节都是特别紧的。这一回着重的在胳膊肘、膝盖的这些位置啊，都做了特别紧的加固。我记得之前玩原版的时候，好像这些关节普遍都偏松一些吧，这回做紧了，也好也不好。好是好在你摆造型什么的肯定会很坚固，但不好是在于你玩的时候太费劲儿了，也容易把别的地方掰着了。其实应该做一个适度的调节吧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很帅的一款柱子，配件又带的这么多，做工真的很精良。看这些细节，涂装、透明件，几乎没有任何的溢漆。合金的零件也是亮闪闪的，包括细节的地方，这些涂装的点缀。我们试一下灯吧，我还刚开盒，还没装电池啊，里边有，已经内置电池了。那这个问题还是有啊，胸板打开的空间是有限的。哇，开以后这个效果很棒。胸口这里，它等于是在蓝色透明件上面上的漆，然后漆嘛，它这个涂的厚度也很厉害，它应该是涂了很多层，所以不会透出光来。蓝色的能源宝效果拔群，隐隐透出来的这个灯光效果真的很有感觉，就像往核心里边聚能量一样，足聚能环。眼睛这里本身是有上漆的，但是这个漆是薄薄的上了一层，所以当你点亮了眼睛的灯光的时候，也透的效果很不错。它不会像其他的第四方做那种眼睛加灯的机构啊，它做出来了以后用一个灯泡，一个 LED 的灯珠，就搞得那个点亮了灯以后会出现对眼的情况，很不爽。但是你这样看起来的话，它用了2粒灯珠，眼睛就是正的发出来2道光。这一套的 KO 就连灯效这里做的也是一丝不苟了，都内置电池了，这个好，不用自己去找电池了。哎，灯效也都没毛病。膝盖的这个灯透出来的这一圈红色的也有很有感觉啊。哎，这个有保留啊，这个会嘚儿顶起来，嘚儿，但是总觉得这样很猥琐嘛。嘿嘿，不爱。联动的脊椎，这个地方是弹簧，屁屁甲这里也是弹簧。当然还有2张替换脸啊，一个是这种被打烂了半个面罩的脸，一个是索性自己摘下来面罩的。这个设定其实也是08动画当时的一个设定，包括身上将来以后和天火马甲搭配的那些插孔、联动的细节、灯光的处理效果，这些都有做到。而且这回内置了电池，你都不需要自己去配电池了，直接开关就可以，灯效也完全没有影响，都是可以亮的，很不错啊。而且加强了关节，之前的那个柱子人们就反映关节太松了，肌肉熊这一次又把关节加紧了，就像上一次的塔恩一样，做得很紧，但是上手感觉就有点太紧了。其他的嘛倒是没什么，而且细节的区分，如果说上一款塔恩还能在这些透明件上边，透明件的颜色上边跟原版那个颜色有一点点区分的话，那么这一次的柱子在透明件上边的处理区别已经很小了。可以说现在我能感觉到唯一让人觉得这是 KO 的区别就是紧，整体都偏紧，所有的关节都加固了。
其实有一点过于紧了，就不是很方便上手把玩了。我觉得对于一款 KO 来说啊，这个东西的素质已经非常高了，很多的细节，包括涂装、造型、身上的联动，甚至每一个武器的刻画都做得相当到位。总的来说，评价还是非常高的。其实比上一款塔恩做的还好。塔恩我听说在灯效上边吧，大货的时候有不同程度的中奖情况。你如果有正版的千直链，你可以收藏这一个掰着把玩。KO 的东西没有收藏的价值，但是可以弥补你没有千直链原版的遗憾。那毕竟这个柱子的造型很帅嘛，武器也很多啊，很多的元素融合起来的一款柱子。你也不能说它做的多好啊，但是该有的元素80%-90%都给你还原出来了，而且增强了关节。这个就跟千直链原版它是两个极端，千直链那个关节是太松了，这个的关节是太紧了，唯一的区别就在这里，其他的地方我没有找出来特别严重的区别。倒是我猜它将来以后应该还会做天火马甲的配件包吧，那柱子都有了嘛，对不对？后边而且应该也会重涂黑柱子、紫柱子了什么的。那将来以后，如果说这个模具再重涂一个紫的，应该会更好看吧？那么呢，这款大概就是这样。